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又有人来测试，有啥好测的呢？啊，这是发不出那个评论的这位兄弟，没毛病，看到了。沙发啊，好。然后是下午忘记沙发了，嘿嘿嘿。你看看这个就到点儿了，不是？哎，今天好像先不管他了。我们的 X 现在有点发不出去了呢。然后这是今天的老范读评啊，老范每个周的周三会把一周的评论都看掉，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说，哎，怎么我的评论老范没看着似的啊？老范是一周看一次评论，然后每周呢会在这一天里头，哎呀，这个画质很差是吧？好吧，换那个什么，咱们先换梯子。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有问题呢。稍微等我一下，稍微等我一下。哎，什么情况？嗯，这是怎么回事？稍微等一下啊，这个有人反馈画质差，今天好像确实是效果不是很好，这个应该很快就可以好了。如何看深知前深知度前 CTO 王勇搞的懒猫微服，这个真不了解。这个你不能是这个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啊。开始打码了啊，这个可能过一会儿会好吧，因为我现在刚换了梯子，应该会稍微过一会儿会好啊，稍微有一点点耐心。哎，啊，现在开始上升了，这个符号信号开始变好了，可以把这个 Twitter 也挂上。好，那么我们来开始读这一周的评论啊。那么，首先是 DeepSeek 炒股胜过 GPT 这条啊，有人说了，说老范还是结论下早了，现在盈利都吐出来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现在的情况是中间被千问超过了，现在呢 GPT 又现在 DeepSeek 又重新超上去了。DeepSeek 现在应该是最挣钱的，实验结束了没？好像是结束了啊。然后亏的最多的还是 ChatGPT 啊，亏非常非常多。DeepSeek 好像最后是赚了1倍的钱出来啊，100%。所以这种比赛呢，就是因为我录的时候它是在一个中间状态，所以我录完了以后呢，还把就是更新这一天的信息还发出来了。发完了以后呢，又这个过了2天，它这个比赛依然在进行，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情况发生。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改那个视频去调整这个状态了。就是这样的。再往后呢是这个上周读评啊，有人说提车了，我就信你说的。说的是小米汽车的事儿啊。那么
今天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今天下午接到了小米交付中心的电话，说：“哎呀，你这个车提不提啊？”我说：“那提呗，对吧？”然后我那个车呢是还剩14周可以提车啊，我是初始周是31到30几，我看一眼。初始是31到34，我现在呢是剩14到17，然后人家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付全款吧，我说什么情况啊？他说你这个车的配置呢比较奇怪，对吧？就这种小众配置的车呢，它如果是别人有不要了的啊，就是叫顺延单，我们就给你弄回来啊。我说那哪儿呢？对吧？他说这个车在济南，啊，我说那我上济南提车去吗？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再拿车给您拉回来啊，找一个小平板给您单辆把这车拉回来。我说那行呗，我说那我这个拉车的钱我需要付吧？他说不用，啊，你现在把这全款打了，下个礼拜来提车就行了啊。所以我下个礼拜应该会去提我的小米预期，这个提车呢就没法给大家做直播了啊，因为大家知道做 YouTube 直播是需要挂梯子的啊，我不能跑到人小米工厂里挂梯子去。这个事儿是不太方便的，所以呢，我应该会把车提回来以后呢，做一些录播啊，看看这车里怎么样情况啊，然后呢，做一些感受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啊，你就信了我吧。啊，再往后呢，说是啊，我还是上周读评呢，说我很欣赏老范啊，同时，也不是每个观点都支持，比如我不认同关于荷兰那一期的说法，但是不影响继续看老范的节目啊，非常非常感谢。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就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去看老范的节目啊。老范也讲过，咱们呢叫老范讲故事，对吧？咱们不是讲道理，也不是讲课，啊，我不能保证我讲的东西是正确、全面和这个最新的啊。其实你要说一个信息的正确性，一般就是这三个方向啊。第一个是准确，第二个是全面啊。你比如说我说了一部分，没说一部分，第三个呢就是最新的。这个事儿我都没法保证，所以呢，我在整个的频道开篇的第一期就讲了啊，说我们叫老范讲故事的原因是什么？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老范讲故事，那个时候叫这个爱讲故事的老胖子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瓶子。后来慢慢的把这个改成这样了，对吧？很多人觉得，哎呀，你怎么可以说小米好？你一定是拿了小米的钱了。这个我觉得咱们反过来说啊，你们看了老范的节目，那下次人说，哎呀，你居然看老范的节目了，你是不是也是小米的粉丝啊？你一定是这样的。那你们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他各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这种看法，对吧？你不能说啊，这个因为你们看了老范的节目，你们就跟老范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这不可能嘛，对吧？每一次你觉得老范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你就想想你自己啊，你看了老范的节目，你是不是认同老范所有的观点啊？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放过自己一些？好啊，咱们继续。这个我看这边有什么啊？已经好了啊，很好。哎，这个怎么好像又开始？大家现在看到的还可以吗？ChatGPT 应该是综合水平最好，专项能力不一定很好。是这样的。ChatGPT 我现在反正基本上主流还是用 ChatGPT 啊。DeepSeek 盈利跳动大，正是杠杆大的表现啊，赔的时候下降快，赚的时候又很快速追上来。其实像它这种呢，就是它时间还是很短，就是它基本上是在一个震荡上升的空间里边来干这个活了，对吧？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 ChatGPT 这种就是永远做多的这种，你就容易发生这样的波动。如果你是在一个震荡向下，或者说这种单边上下的这种行情下的话，估计就不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比赛时间太短啊，如果时间长了，然后把各种的这个形状都看到了，这个就不一样。因为DeepSeek 的这个公司呢叫做幻方量化嘛，我有一个以前的同事是幻方量化的一个创始人，对吧？叫郑达伟，就是你们现在看幻方量化的创始人里的还有他。对吧？他是我原来盛大的同事，就是他们刚开始做幻方量化的时候，我去找他，我说你们这东西到底行不行啊？他说这个
怎么说呢？说就是震荡波形啊，我们就能挣钱。单边向上、单边向下，我们都不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 DeepSeek 呢，到现在可能也是继承了这套这个老底子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了，晚了不晚，欢迎老范终于提车了啊！下礼拜提完了以后会给大家录视频的，放心吧。我卡还是你卡啊？我这儿刚才卡了一下，现在今天好像整个的网就不是很痛快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小米这事儿就是求同存异嘛，哎，就是这样。那小米我也不是每样东西都喜欢。前几天看网上有人提预期，看车里各种瑕疵，拒绝提车，然后发现视频被小米报警抓了，然后发现视频啊是这样。他呢，这个反正小米的车呢，因为我自己也没看到，我在店里头看到的车还是挺好的啊。但是有些人你就真的是去提灯定损去了，对吧？就是我看所有的这个，都是什么样的？我看现在还有人去小红书上发这个，就是提灯定损小米预期的这种，教程啊，说你要拿一个什么样的灯，从什么样的角度，然后怎么去照这个漆面，然后哪个地方有可能会有一个小划痕。这种其实怎么说呢？它也没什么错，对吧？你毕竟买了一个车嘛，20多万快30万的车，然后我们希望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完全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说啊这儿稍微差一点，那儿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你就跟那个提灯定损，你说有什么区别呢？刚才又卡了一下啊，是的，来了点赞啊，欢迎大家赶快点个赞。小米现在越来越像遥遥领先了啊，不予置评，求同存异，是这样。小米呢，就是他想摆脱这个网红的这个底子啊，就是因为你要想当网红，你就必须要不停的让雷军出来讲话，对吧？但是雷军呢，就是大老板出来做网红是效率极低的一件事情，他需要决策的事情很多，需要开那么多的会。你做网红是需要很多时间的，你像我这种还不算网红，那我也一天坐这儿，这个甚至9个小时到10个小时准备内容直播，然后这个各种录节目，对吧？这个挺耗时间的。你对于雷军这样的人来说，让他干这个太不划算了。但是你从网红的位置上退下来，你就需要去接受这个什么呢？接受这些反噬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啊。今天忘了开这个了。哎，可以把这个放大那么一点点，对，这样吧。对，刚刚又卡啊，现在又卡了吗？好吧，今天的网好像真的是比较奇怪呢，我再去看一眼啊，看看能不能把它调好。今天比较奇怪，去测个速度去。现在速度还可以啊。一个博主的节目可以一直听，主要就是格局、努力、包容度和这个容忍度和包容度啊，这个无论是对事件还是对人，尤其是不同意见，日久见人心啊，这个是肯定的。细节是魔鬼，是绝对的。嗯，对，我刚才又卡了一下啊，这个终于要提车了，这车买2年了啊，也没有2年，我应该是在去年的双十一订的车，然后呢，今年双十一之前把它提出来，中间亏了5000块啊，就是预期苏期那个5000块亏了，但我觉得也还好吧，反正至少是给我们2年的话题啊。小米现在也3号抓人啊，和遥遥领先一样，是这样。这个现在在慢慢向那个方向发展，这个还是挺讨厌的啊。雷军被反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这样的。就是你按道理说呢，他退下来应该是花点钱打广告，但是他又不花钱，对吧？这个就比较难搞了。
挑毛病的人啊，买传统车也是有这样的人啊，报警抓人就有点过了。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是有点过分啊，我也是觉得这事儿有点过分。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12月1日生效，欧盟会是例外吗？不知道啊，反正跟美国的那个不据说要推迟1年嘛，对吧？欧盟看欧盟的表现了呗，反正美国人一谈好了就不管欧盟什么事儿了。声音不卡就问题不大，这个声音一般还是会坚持的比较久的啊。好，我们来继续读评论。陈志的150亿美金比特币被没收这条啊，有人说金正恩的网军也会偷虚拟币，直接就网上转走了啊，这个是真的。北朝鲜的网军呢，确实会去做一些黑客攻击啊，针对虚拟币的。陈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2天特别逗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韩国总统李在明突然在中国成为了一个英雄，大家没想到吧？这个为什么呢？人家说，你看，这个美国啊立案判决把这个钱没收了，韩国呢说，哎，你居然敢动韩国人啊！你动韩国人，我就跟你拼了。然后同时我们在讽刺什么呢？就是陈志呢是中国的一些期刊杂志评定的2021年的什么负责任企业家奖。然后很多中国的这种官员和领导会去参加陈志的这种，比如迪拜啊，或者这种招商引资的活动啊，还去把它树立成一个典型企业家。你说这玩意儿真是上下差多老远，对吧？有些国家呢，就只要自己的这个公民被伤害了，对吧？我就跟你不死不休啊，我就要冲上去，突击你的这个营地，我就要去搞这些事情。啊，有些国家说咱反正这个长臂管辖，我就要把你的钱都没收了。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呢，这样的企业家还是负责任企业家，这叫社会责任企业家陈志，对吧？然后还官员跑去跟他这个一起做合作啊，这个就是差距这么大。所以国内呢，现在抖音上也不敢说中国人国内怎么做这么差啊，但是就说你看人韩国人干的这活啊，解气啊，这个就应该这么干，也就只能说这些事儿了。就链上数据看，陈志那几个被列出来的地址转账记录跟这个还是不太一样，是吧？这个要看了，这个我觉得他的地址还是蛮多的啊。这几天不是说这个特斯拉啊，不是特斯拉，是 SpaceX 的这个比特币地址也在发生交易嘛？就是呃比特币这个事儿呢，有好处，就是匿名啊，坏处是什么呢？所有的账面都在外边看着啊，你不像是比如说一个公司里头，我拿着美元啊转来转去的，其实外边人是不知道的，除了你上市公司需要发财报之外，其他人都看不着。但是比特币，你只要是动这个啊，全世界的人都看着啊，这个是有一些差距的。继续读评论啊，这个和庄表伟对谈 AI 与开源这期视频呢，还是有挺多人出来留言的啊。首先呢，有人说啊，编程是技能啊，不单是职业，就像说40岁学英语，70岁学开车，有没有必要啊？这个不是一定要学，只是学了多一项技能，生活多了更多可能性。编程是和机器和数据对话的技能，不会编程就是等着别人的 UI，这个别人做什么自己用什么，会编程我要什么就做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啊。首先呢，这里要纠正，70岁就不用学开车了啊，因为我们的驾照到70岁基本上就废了啊，你再学也学不出来了。然后呢，至于是40岁学英语，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而编程这个东西呢，跟学英语学技能其实还是有挺大差距的。编程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学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啊。如果你学了编程呢，可能未必自己需要去写这个程序，但是你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个代码是怎么去运转的啊，或者说这些AI 系统啊，这些底层这种推荐系统
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啊，这个是会对大家有很大帮助的。哎，今天这个网是什么情况？好吧，现在咱们继续吧。还有人说呢，这个，因为我里头讲了一个说，现在学编程是不是49年加入国军啊？这个有些人说49年加入国军去台湾不是很香吗？对吧？很多人在揪这件事儿啊，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在大陆的教育里头呢，49年加入国军肯定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而且即使是去台湾啊，或者说没去台湾的这些人，49年加入国军，其实从总体的统计比例上来说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个庄标伟呢看了这个很多评论以后，还去查了 ChatGPT 让这个 ChatGPT Thinking 去给了一个答案，说呢这个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一个人在1949年选择加入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军队。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有多大几率会被共产党的军队俘虏呢？有多大几率会战死？有多大几率会撤退到台湾 ？AI 的回答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理解成这样：如果一个普通士兵1949年加入国民党军队，他在之后最后的1年的内战收场过程中，最有可能的3种结局：第一是被解放军俘虏或者投诚，战死或者是成功跟随部队撤到台湾。下面是这个数量级别的这种估算先给出答案。按大约概率被解放军俘虏投降，随整建制起义被收编进入解放军的大概是65%，就是1949年老蒋去台湾的时候，65%的国军是算是投降了或者是起义了是这样的。然后10%是随军去台湾了，25%是不对，10%战死了，25%是随军去台湾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3个数字加起来呢是100%大概如此了。而且就算是去了台湾的这些人呢，这个其实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还有什么眷村还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就是普通的士兵肯定还是会受到很严格的管束就是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如果你说我是高级军官这个有家有产的，那肯定你是过得很舒服的但是对于普通士兵来说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呢49年去这个加入国军这件事儿能够去台湾还能够混得还可以的几率其实并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件事情呢，虽然它跟咱们讲的内容关系不大只是一个比喻，但是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种发评论的兴趣吧，所以呢就跟这儿在这里跟大家稍微的去讲解一下。好，那么再往后说重点是 Web Coding 看似很强，但是你想让它独立用于生产还是想多了。我觉得目前是在大概80%的程度，从80%到90%，到95%到99%，每一步都是指数级难度的增长至少数年内是不太可能让它独立做实际项目的。这件事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开源项目就开始用这个Web Coding 了，然后呢就发生了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很细节的小 bug 它就不改了原来这个项目是人开发的时候一些大的功能呢它可能会按部就班的往前做，一些小的 bug 呢你跟他说这儿有一个小 bug 那儿有一个小 bug，他们呢就会快速的做这种叫热更新，就给你改掉了。现在就不行了，这个大版本按部就班的，小 bug 你跟他提他根本不理你了。原因呢我知道也不复杂，就是 Web Coding 这个东西它很难控制，这个东西像挥大锤一样，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些这种叫做什么呢？我们在这种叫做一个瓷器店里挥着大锤去干活，你告诉他说这儿有一个小 bug， 你帮我去稍微调整一下，对吧？他有可能就给你大修大改了很大一堆东西，所以很多人就不太敢去做这种小的调整特别是后来在像什么
Cloud Code 呀，什么 Codex 这东西出来以后呢，就更是如此啊，因为它完全是在界面里头，就是在对话框里去编程的，它不进到 IDE 里边去，不在代码上干活，所以这些人对于这种小 bug 的这种调整就会很麻烦，而且呢，这些 AI 编的程序呢，这种小 bug 还非常多啊，他们是只管在这儿造这个屎山啊，然后绝对不管清理，这个确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看看后面怎么来去调整吧。所以越往后啊，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编程的代码量每往上升一点点啊，这个难度就会呈指数级上升，就跟咱们现在语音识别似的，对吧？语音识别啊，95%啊，98%、99%都是这样啊，每往上涨，最后那一点点都很难啊。还有人说啊，这不是 DeFi 的问题啊，是某个开发人员的问题，过度情绪化，典型码农啊。这个就是我吐槽了一下我使用 DeFi，然后呢去干活，发现了有一些 bug，然后我去提了一些问题以后呢，他们就很激动的来怼我说，我免费用爱发电给你做了开源软件，你怎么可以提意见呢？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确实让我觉得挺生气的啊，因为我上面讲那故事其实也是 DeFi 的事情，就是你做了开源软件免费的，然后我使的也很开心，然后我很认真的去用，这个过程呢，你说我就不可以提意见了啊？这个就让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有点像这两天政治化干这个活啊，这个国内一帮人就说，哎呀，你政治化这个你是个公众人物啊，你这个也被人照顾了，然后前前后后这么多人围着你。对吧？你这个上了飞机了，然后你还这个叫什么呢？你还这个冤枉人家这个机组人员啊，或者是这个污蔑吧，叫污蔑了这些地勤人员啊，然后给他们造成了损失，你就应该出来道歉。我说凭什么呀？对吧？他作为一个不良于行的残障人士啊，然后呢去坐飞机，这个升降机距离这个机舱的门口有25厘米啊，这个大家都是各种报道里都是使用的这个数字，而中国的国标，咱们去盖楼的楼梯是多少呢？15厘米啊，这个是所有的楼梯就只能是15厘米啊，超过15厘米就属于不合格。那你给了我一个25厘米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深圳机场最后放这个视频的时候，还这个什么呢？还加速啊，让你觉得好像嘁哩咔嚓就进去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不能提意见了吗？啊，或者提了意见就要去道歉吗？这个过程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去医院看病啊，给我误诊了啊，让我造成了损失了，或者挂掉了。说你看人家大夫多用心啊，这个护士多用心啊，你怎么可以抱怨人家呢？让人受到损失了，这多不对啊！这都什么逻辑嘛，对吧？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挺难以理解的啊。就是我用了你的开源产品啊，那你说我啥也不说，这个其实本身是不对的啊。就我哪儿不爽，我来跟你说。你去改，实际上也是对开源产品的或者开源项目的一个贡献啊。你提意见这个事儿也是贡献，对吧？你不能上来说啊，你怎么可以提意见呢？这个就跟这个政治化似的，你坐了我的飞机啊，然后这个你看我也把你弄上去了，也没让你这个真的这个给你落机场上，对吧？你怎么可以提意见呢？而且这么多人围着你啊，你还让人受到损失了，你合适吗？你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啊，说最后我觉得老范的担心是多余的啊，把一个大任务分解成低耦合的多个小任务，这种思维方式对人的思维有益处，对于 AI 也是有益的，所以 AI 不会最后生成一堆人看不懂的这种代码啊。至于一个闭源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决定不给用户源代码，只是这个用户二进制文件，肯定会有公司尝试。但是肯定会失败，因为这是牺牲了代码的重用性。这个事儿呢，我并不这么看啊，就是因为我在整个访谈的最后再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会提一些问题啊，为了这个过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再去怎么说呢，推翻自己吧。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访谈呢，也是这个2年前做了一次访谈啊，然后我们觉得有一些
变化了，所以我们又出来重新做一次。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现在大模型公司都在追求端到端啊，甭管是 FSD 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系统都在追求端到端。虽然有一些推理模型，就是它是有 COT 有中间的一个过程的，对吧？还有 AI agent，但是呢，整个大模型的发展依然是在向端到端的方向前进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种大模型生成的代码，因为它本身生成的成本很低嘛，它也不需要做代码重用，所以未来可能这种端到端代码直接生成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可以等个1年啊，咱们再来看一看到底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然后还有人说啊，未来不是人类写程序造 AI，而是 AI 学习怎么造人类。你可别不信啊，也许谷歌已经有项目在研究这个赛道了。我觉得呀，这个事儿呢也没什么可不信的啊。现在的人可能就是 AI 造的，或者说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对吧？这不直接就这个闭环了吗？啊，所以AI 到哪一天可以造出人来啊？这个可能我们观察不到的维度里头已经有 AI 创造了我们啊，然后这个全知全能的 AI 啊，创造了整个的世界，这个是有可能的。至于我们所做的 AI 能不能再创造出人来，我觉得也许再过个10年、20年啊，这件事儿应该也是有机会发生的吧。好，继续啊，这个 SpaceX 确实抛了，好吧？哎，我看好多人说他没抛啊，这个说只是为了审计进行挪地儿，或者说比如说想送到一些什么地方去做一些理财什么的啊，这个真的抛了吗？回头我去查一下啊。今天的网反正确实是比较怪啊，又恢复了，好吧？来晚了2倍速追赶中啊，好，请问会员这个就有扳手吗？是啊，会员就有扳手，你领到扳手了没？49年入国军能去到台湾啊，79年回来就是人上人了。但是有多少人能回来呢？而且他在台湾那个日子能有多好呢？对啊，欢迎新会员啊，你的扳手我也发了。早期国军全靠美军啊，美国救济粮过日子吧，是这样的，就是反正基本上是不太让他们出来的，我印象里。79年回来会上不了飞机啊，这个那咱就不管这些复杂的事情了。能跳过无数次运动，下限应该会高一点，这个不好说这个事儿。就是每一个人呢，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日子，对吧？你也没法说，哎，你看你回来的时候比我们过得好啊，或者是你回来了以后，我们还好好接待你，你就觉得他过得有多好多好，这个没必要啊。个人有个人的际遇。苏宁破产了，那破产呗。让 Codex 干活的时候真的是如履薄冰啊。Codex 我觉得，哎，反正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细节还是会出一些错误的。让他给自己留了一堆规划笔记，我现在基本上是 specify 对 specify。DeFi 这种东西就算玩具啊，这个现在是有点越来越玩具了，就是它的这个代码质量越来越差了。后来我看到那里头就是什么 cloud 点 MD，什么 agents 点 MD 都在里头，就是 cloud 点 MD 是使用 Cloud Code 出来的啊，使用 Codex 就会在那个你的项目里头建这个叫 agents 点 MD。你怎么看英伟达的暴涨啊？真的能撑起那么高的市盈率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现在真正在撑这件东西的不是它，而是 OpenAI。OpenAI 呢，趁着现在还没有上市，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呃，就是意向性协议啊，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事儿是很危险的。它所有这些意向性协议呢，还没有具体金额啊，这个事儿就很麻烦。像什么东西？那人真是 DeFi 里的人吗？啊，这种水平居然能做
这个我觉得也没必要去怀疑这件事儿啊，就是每一个公司里头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啊，咱们不能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他就不是 DeFi 里的人，或者就不配，没有谁配不配的事儿。现在还是 Cursor 用的最顺手啊，操作的颗粒度可以比较细。反正 Cursor 啊、Rule Code 呀，还有像 GitHub Copilot，这个都还可以啊。就是你如果说彻底不看代码，这种东西就很难搞。你怎么看最近英伟达的暴涨啊？这个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这件事儿。政治化这种算名人才发文道歉下，他呢是关键还要在国内接着挣钱，对吧？所以只能发文道歉。如果说我以后不回来了，那这个就没必要了嘛。所以我记得原来散人说嘛，说只有一个地方的钱必须得跪着挣啊，就是这里。而且这个什么呢？一般人你也不至于说报警寻衅滋事啊，这个也过分了点儿，对吧？警察你上去看一个残疾人，他也不太敢去折腾，对吧？太过分了，有点儿。而且很多人说啊，你看你政治化，你是个公众人物，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就是最讨厌这种论调的啊，我记得原来上周吧，还是上上周有一个读评也是这样的，人家说那个老范你是个公众人物，你怎么可以说话不负责任呢？我说我算什么公众人物？我就是个 nobody。我说你才公众人物，你全家都是公众人物，你道德绑架谁呢你？对吧？这种我觉得作为一个残疾人，然后遇到这种叫做无障碍设施有问题的，他去做抱怨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你不能说因为有人在旁边照顾你了，然后你就不可以抱怨了，什么狗屁逻辑嘛！而且还就污蔑了啊！我这个用词用的真的是，我觉得这种人的脑子就是被驴踢了啊！这个一旦是自己不良于行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人去管你？现在 AI agent 领域啊，模型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还是产品体验。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产品技术都懂的人，春天来了，模型还是很重要的啊。AI agent 你上不同的模型，差异巨大无比。别造人啊，先完全从头合成一个单细胞生物吧。哎，这个一步一步来嘛。审计没必要往交易所转。这个 Coinbase 的理财啊，本质上就是让交易所这个带高抛低吸啊，好吧。这个反正看呗，这个我回头看看它到底是卖了多少吧。Web Code 修小细节、小 bug，就像打地鼠。我觉得不光是打地鼠，它会给你把整个的房子拆了啊，那个很危险。因为我试过几次，就是发现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我让他去改，可费劲了。然后他自己第一也找不着错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去大修大改啊，而且经常会找到一些很奇怪的错误来去给你进行修改，然后改完了以后还改不过去。所以我那时候讲说 Web Coding 第一件事是要学会使用 Git 做这个版本控制啊。然后啊，OpenAI 也准备上市了，是的，让它上吧。但是至少在没上之前，它还可以四处胡说八道啊。当一个开源项目糟糕到一定程度，大概率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替代产品或者分叉。像它这种基本上没法分叉啊，这个只能是等着被替代了。表面上宣传的规则只是针对有特权的名人，各种二代普通人碰到问题，投诉基本不会解决，网络上也形成不了巨大的传播，底层人的境遇永远是光鲜亮丽覆盖的阴暗处，是这样的。这个我前两天还看了几个残疾人在那儿发视频在讲，啊，他说我们就是坐轮椅啊，没法出门的人。对吧？这个中国的各种的无障碍设施，你比如说你验收的时候过了，然后验收完了以后呢，就在这个无障碍设施上呢去堆这种，比如说那种大石头球啊，就是很多这种障碍物。说目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不让车进来啊，或者不让电动车进来，这个电动自行车不让送外卖的进来，对吧？他们就把这些无障碍设施全都给你堵上，啊，堵完了以后呢，也不会有任何处罚。对吧？也不会有任何的人去说，哎，你怎么可以把它堵上？所以他说他们这些残疾人呢，想要去个商场什么的，
你不可能通过外边的无障碍设施进去。他们为了不麻烦别人啊，就是因为你甭管是什么样的人，就算身体残疾，你也不希望别人来对你进行肢体接触，你也不希望别人去这个把你抱起来吧，这个事儿很没有尊严，对吧？所以他们都很多是用什么方式进到商场里去呢？先坐着轮椅下地库，然后从地库里头坐地库电梯再上去。而有的时候地库里头呢也会有这样的台阶，你就真的过不去，对吧？就非常非常痛苦，所以他们会去探索说到底哪一个商场能进去，哪一个商场进不去。蛮喜欢企业家做网红的啊，虽然有表演的成分，但总感觉拉近了距离。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太不划算了，对于企业家来说。别说残障人士，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有权批评，不然怎么叫公众服务设施啊？那现在人家不这么认为啊，国内一大帮人就觉得啊，你怎么可以批评呢？对吧？人家这么好，这么对待你，对吧？人家这么多人服务你，然后你还这个污蔑他们啊，然后让他们受到了委屈，这个就真没法整。就相当，我这老想着说，你去医院，人家给你治坏了啊，该给你这个做一个什么治疗，给你治坏了，说你看这个护士多小心的照顾你啊，你怎么可以说人坏话呢？这是完全是脑子有病。把房子拆了是真的啊，这个 web coding 是很喜欢干这个事儿的。感觉让公众人物不能做坏事就很奇怪，人应该有自己的行为政务判断啊，这个，并且自己决定是否学习，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啊，就是这样的。而且呢，好多这种说啊你是公众人物这种话，其实就是道德绑架。我记得我原来在猎豹的时候就碰到过一次，当然富盛跟我讲的啊，就是他干嘛呢？他去骑自行车，他那时候买了个小布，然后骑到香山去了。这个好像是跟别人的一个汽车发生了点小剐蹭啊，还是人家那个开汽车的人呢，这个违反交通规则了啊，剐蹭了他了。然后他就挺生气的，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开车呢，对吧？然后那人认识他，说你一个这个互联网公司的 CEO，对吧？你是个名人，你就这点事儿，你就不该陪我一下吗？或者什么的。后来说我又没犯错，你犯错了，你这个违反交通规则蹭了我了。然后那个人就道德绑架他，然后回来以后就给我们吐槽，给他说气坏了。他说我做公司老板，我上市公司老板，我又怎么了？我就不能骑个车？然后你这个我遵守了交通规则，然后被别人蹭了，说你作为一个老板，你怎么可以这么小气呢？说凭什么呀？这个我记得特清楚，当时那特别气愤，给我们那儿吐槽。业务逻辑有问题，让他改，他跑去把环境里边的一些常量给改了。哎，这个确实是比较费劲啊，这个就是 web coding 去改错是很费劲的。这个跑通之后 workflow 大概会变成一堆 tools 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很多的我这种 web coding，其实我现在干的活都是让它在workflow 的外围去干活，就是能用 workflow 的东西就 workflow 了，对吧？然后 workflow 外边做的不太灵巧的地方，我就 web coding。今天画面好糊，对，今天的网不好啊，就是一会儿断一下，一会儿断一下，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也没招儿。10年前以前啊，还是可以批评的，现在的舆论不允许了啊，是这样的。现在任何人你敢抱怨，就是你怎么可以抱怨呢？十几年前读土木工程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经常吐槽这些无障碍，课堂教的非常严格，但是他也跟我们说啊，很多这种，到了施工和交付就严重变形啊，十几年来无障碍设施多了，但是原有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是这样的。我记得散人还是谁讲过这个，说你看咱们每年残奥会都能得过啊，就是每一届的残奥会都是奖牌数、金牌数第一名，而且遥遥领先，领先很多。但是我们在街上其实很少看到残疾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来不方便，我们不希望他们出来。而你到这个日本啊、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去看，就是他们的残疾人比例要比咱们高。并不是人家残疾人多，而是人家残疾人是可以出门的，可以来上班，对吧？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咱们这儿就完全没有。
这种人啊，你骂他两句，他转头就开始，我们都用力的干活，活着了啊，对，是这样的，就好多人就是觉得就应该这样啊，那么就真的是遇到各种事情，只能说活该了。这跟道德绑架是两码事啊。这个我要是出门被别人帮忙，这个即便不是100%满意，但是也会感激人家的啊，也不是一下飞机就骂街。这个怎么看呢？我觉得你看看你本来是可以这个顺利的上飞机的啊，这个国家也有规定，也有标准，对吧？你也没上去，然后呢，一帮人围着你也没法整这个事儿。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个热情的帮助吗？还是说你必须要认为这是一个热情的帮助呢？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就是你没有做到标准的事情，你其他人再怎么努力的去补救，你依然是没有做到标准，对吧？你依然是没有做到无障碍出行的这个服务承诺，对吧？跟这个别人是不是帮助你了是两回事儿。你可以一码归一码说，哎，你们做的哪儿没做好啊？但是中间有一个人帮助了我了，我可以来提他一下啊，感谢一下，这个都可以。但你并不是说这样你就不能去抱怨了。你如果这样去要求的话，就永远没有改进的一天。按 Web 的时候都直接给文件设这个属性哈，不能动的文件直接设成这个好吧，也行啊，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我觉得反而加版本控制还是最省事儿的方式。回想到当年上这个什么的时候啊，这个作业就是明确告诉你哪些文件能动，哪些不能动啊。这个好吧，这个也是不同的方法吧。感谢工作人员和骂航空公司、机场是两码事儿。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工作人员很认真的帮助你了，然后你就不能骂人了，这个没有道理这事儿。我在美国坐飞机，每次出舱都能看到一堆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啊。美国残疾人其实就是你能看到残疾人的比例还是挺高的，那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火。谁出门会100%不遇到这个障碍？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莫欲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对吧？你没经历这些事儿，你凭什么要求人家不可以发火呢？对吧？等你下回啊也受到什么委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站在旁边说，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就这样吧。那你都已经到这儿了，你也没死了，你这么听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对吧？所以呢，你不能这么去要求别人，所有这样去要求别人的都是道德绑架。什么骂街抱怨啊，也不是抱怨帮助他的人啊，这是对整个服务系统的反馈。不具名的啊，这个，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事儿不行啊。看老范直播，害得我坐错地铁了，好吧？你这个还是，赶快去跟你的女大会合啊。不是啊，服务主要是看有没有响应，这个任何流程都不会100%跟实际情况契合，这不是实际情况啊，而是标准，对吧？你需要那个状况有人协助，哪来那么大火气？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你下次你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也不能发火，对吧？也就如此了。大家要这个用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要求自己啊，但是不能用这个方式去要求别人。啊，你说，哎，这个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对吧？你看人家把你车窗户砸了，或者人家把你家这个砸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对吧？这个事儿不要抱怨嘛，不能100%契合，是不是就这样？不要别那么大火气嘛。航空公司就是没做到合格，为什么不能骂啊？这个有些人他就觉得这个骂人总不对嘛，带版本控制跟设这个不冲突是吧？他让你动不了啊，他就很少走弯路，好吧？但我现在觉得 specify 的效果还是要更好一些啊，就是写大量的这个规范文件，然后呢做单元测试，效果还会好一些。美国好多停车位都是残疾人车位，一般位置最好最近的都是残疾人车位。对这个，
哎，反正在美国开车，就是你要是像我们这种人开到残疾人车位，他是真罚。但是你在国内的，你像这个商场里也有残疾人车位，啊，这个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很健壮的人停到残疾人车位上，也没人理他。无障碍方面，苹果是做的最好的，啊，苹果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吧？没发视频之前都以为没人管它，发了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个视频是倍速播放的，对吧？一堆人围着它折腾，而且，我是不希望任何人跟我发生这种肢体接触的啊！任何人你说扳着我或者怎么弄，我都觉得很烦。因为我是做手术，然后这个有那么几天吧是不太能动的，啊，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反感这件事情的。那么他作为一个这个当事人啊，那么他是不是希望别人这样来去拨弄他啊？或者而且旁边那些人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最后还是要自己这个拄着拐往里去走，对吧？这个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哎呀，你不可以抱怨。我不知道这个大差不差九这位朋友啊，你自己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没有？还是说你永远都不求任何人？今天去了西郊利物浦边上的夜市，这个很热闹啊，但是比台湾的夜市还差一点。这个你可以从这头吃到那头，看看是不是拉肚子啊？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事儿。这个明天去上海看英雄联盟世界赛，啊，英雄联盟我是打不动这种东西。这两天感冒了啊，今天去医院开了个药，正好请假出去玩。这个你这不对啊，你这不是出去投毒去了吗？你这是准备传染别人啊？最近是不是有一个新的 AI 浏览器，什么 OS 来着？这个不知道啊。我最近反正Atlas 还是用的很爽，大家现在看的就是 Atlas 的直播。地方财政不是缺钱吗？罚那些乱停车的呀，这个咋罚呀？你没法罚。有没有人管和机场有没有做到应尽职责是两码事儿，我也是觉得是完完全全两码事儿。扁桃体发炎是真的烦啊，隔三差五发炎，割了呗。据说割了扁桃体可以吃好多冰激凌。忘了是英国还是欧盟的规定 ，iOS 上架 APP 主要功能必须支持 Voice Over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事儿。最恐怖的社会规则就是过得好的人，好到完全感受不到过得差的人的存在，而万一他自己出一点什么是落了魄啊，需要帮助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声音还有发不出去的时候啊。对啊，刚才这个不就是说不许抱怨吗？残障人士国内大城市商场见到的不少啊，小城市真见不着。国内大城市商场其实也不怎么见到啊，比国外少多了啊。澳洲也有一些残障车位被占用啊，看运气会不会被抓。这个反正我去那儿也开过车啊，就租车开过几天，真的不敢占。刷到个测试反应力的网站啊，这个好吧，这就不知道了。我大概能体会郑智化的心情，当年拎着个30公斤的行李箱啊，在池袋地铁站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扶梯，只能自己拎着箱子一点一点爬楼梯。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哎，旁边有人帮助你了，然后你不许抱怨。每家的做法是，想使用残疾人车位得注册车牌啊，不然吃罚单。哦，这样的，这还真没想到。日本苹果的这个要求很高啊，这个我却是相信的。最近万2.2那个换脸视频效果真的不错啊，这个我还没有时间去折腾。好，我们继续啊，这个亚马逊电商报税这条啊，这个你说国内的被报税，我信啊，国外的也报税。既然是做海外交易，肯定在海外亚马逊上啊。海外的比如美国亚马逊会向中国税务局这个报销售数据吗？会啊。
只要你人是中国人啊，或者是中国公司，他就会去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亚马逊也需要遵守中国法律，特别是税法。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你如果不向中国报的话，他等于是中国再去找他收税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啊，你像我在做 YouTube，然后这个 YouTube 也要求我去中国的税务局开税务证明给他，对吧？来证明我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啊，否则的话，有好多税它会征得很重啊。YouTube 上，你比如说我现在做视频，如果我什么也不说，大概是征15%还是征30%的一个税啊，就是有非常重的一个税啊。如果我告诉他我是中国公民啊，那么这个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是签的有这个税务协定的啊，就是避免双重征税。然后呢，YouTube 那边就会把美国观众看我视频的这个收入呢，会征大概是5%还是几的税，我忘记了，可能是10%吧，征10%的税，啊，征完就完事儿了。其他国家的税他就不再征了，对吧？然后呢，说我而且还给我开一个完税证明，说你这笔税已经交过了。然后我在中国再去交税的时候，就拿着这个完税证明给中国税务局看就完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即使你是在美国站啊做的美国的这个贸易啊，也是要向中国政府报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当然你说我不是中国人啊，我是美国人啊，或者是其他国籍的人，你在这个亚马逊上卖东西，亚马逊是不会把你报到中国政府来的啊，必须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公司。有人说了啊，说这个是不是跟9月份强制社保一回事没地方抢钱了啊？这也不能算抢钱，就是它这个规定早就有，就很多这种规定呢都是很早就做了，做完了以后呢，它只是一直没有特别认真的执行啊。现在就是要求大家开始认真执行。我最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论点，说我们既然可以强制社保，我们能不能强制这个朝九晚五呢？能不能强制8小时工作制呢？啊，能不能强制说不许加班呢？对吧？既然你社保都可以强制，按道理说那些东西也可以强制啊，对吧？那么这个为什么就不做呢？啊，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但是反正我们先解决钱的问题吧。好，再往后啊，说这个ChatGPT Atlas 这一条啊，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用的浏览器。有人说了啊，说现在2个最大的 AI 浏览器都还没有达到给他们一个命令就直接挂着机器啊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就是例如有一个网页有2、3千个链接，我让他把2、3千个链接都打开，去总结每一个页面里边的内容，找出符合条件，然后再去做一些总结操作之类的啊。现在如果让他们做这样的任务啊，他会告诉我2000个链接一个一个打开不太现实，然后只通过链接名字啊打开一些相关的啊，不知道是有没有替代方案，肯定没有啊。因为你要干的活就是爬虫的活，对吧？普通用户是没有这种需求的啊，你让他干这个活，他肯定是不给你干的啊。这个所以不用想这事儿了。这种都属于极小众需求啊。你要有这需求，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自己写程序啊，有专门的这种爬虫的插件，像我就是用的叫 Firecrew， 对吧？这个还是很好用的。然后啊，说这个时候那些美国议员怎么不说上传用户数据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第一个，人家是美国公司，对吧？你传来传去，你也都传在美国了，也没什么大毛病。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产品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没人说，你必须做大到一定程度了以后，才开始有人说你，对吧？所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不用太担心。啊，还有人说，哎，说我打开个网页斗地主，他可以帮我出牌嘛？赢了算他那个分成。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很有趣的啊，就是咱们在页游上打游戏，然后开 agent 模式，让他给你去出牌，
让他帮你打游戏，然后赢了以后，特别是赌博游戏啊，赢了以后去这个分钱。因为斗地主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好多那个牌有可能就直接发到前端来了啊，明码直接发到前端了。所以呢，他通过这个Doom 去读这个前端网页的时候，是可以知道说你有什么牌，对手有什么牌，他都知道的。所以这个赢面是大很多啊。因为这个我们在网页上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跟这个什么还是有区别的啊，跟这个真正传回来的数据有区别。就是有很多数据呢，就是它其实已经传到本地了啊，这个靠这种 DOM 啊或者叫调试工具吧，你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另外一头呢，它这个就是用户啊，就是说我们使用浏览器的人是看不到的啊。那么AI agent 啊，或者说 agent 模式是可以看到的啊，这个事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要注意啊，因为使用 agent 模式是有次数限制的，所以你让他让他帮你去打斗地主这个事儿可能未必划算。啊，再往后啊，说这个隐私问题啊，可以过2-3天再发愁。他要是用你的账号删了库啊，当下就有的愁了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件事儿。GitHub 本身它就是会这个防止他干类似这种事儿嘛，所以呢，还是这个就是它会有一些这种安全措施在里头。其实，外国游客租车乱开反而是最没辙的啊！拍屁股一走人啊，信用卡一锁，罚单一辈子找不着人啊！这个是有这样的问题吧？今年英雄联盟很有趣啊，中国队吹的最狠的1号种子，这个直接小组赛被淘汰了啊！网上各种段子，好吧，我是不太关心这些事儿，所以不了解。之前小组赛在北京打，老范居然没有听到消息，因为我对英雄联盟就是对这个游戏本身就没什么感觉，对政治化祛魅了啊！这个水手副歌部分居然抄袭他本人，从来也没有说明过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也无所谓了。对于政治化本身，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只是说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个无障碍出行的这件事儿。澳洲没有残疾人特殊停车证明，如果被抓到的话，罚驾照分加700，应该算700澳币吧，700澳币还是一个挺重的罚款。美国站可能真不会啊，美国不是CRS 成员啊，这件事儿已经报了啊，这个不是说还没报啊，已经报成功，报完了，所以这个不需要跟我讨论会不会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而且现在江浙一带已经有很多的电商老板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短信是什么呢？是电商平台报的收入与你自己报的收入出入巨大，请补充材料说明情况。现在还没有轮到这些跨境电商，现在都是国内电商在报这个事儿，而且很多的这个报的过程其实很麻烦啊，或者说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搞不清哪个是你的真实收入。啊，或者你到底应该报哪个数，你不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在中国电商里头还有退货的问题，还有折扣的问题，还有券儿的问题，而且券儿，你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啊，一个100块钱的东西，领了10块钱的券儿，然后呢，用户实际上支付的是这个90块钱，而且这10块呢，比如说有2块是由网站出的，有8块是你出的，就是由这个商家来出的。那你到底应该报100，就是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价格，还是应该报90，对吧？是顾客出到的钱，还是应该报这个？他们应该是他自己拿到的，应该是92，是你的实际收入。其实你都搞不清楚，而且每一个省，特别像美团这种单位，每个省报的不一样，所以
这个现在大家正头疼嘞。郑智化如今在音乐界的影响力已经不如王世坚了啊！对，王世坚最近确实是很猛。不少加拿大人都是搬到东南亚，然后注册个中美洲的壳公司，赚美国的钱，挺香的啊！基本上不交啥税啊，这个，哎，反正你被逮着了也很麻烦啊。美国是全球征税的，好像有个故事是为了让更多人开车，美国呢啥汽车公司强制执行双休，让员工成为公司的品牌广告。啊，我一直觉得一家公司里的员工个个面有菜色，这公司大概率是不行了啊。这个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公司的故事？最后一堆 agents，跟那儿玩的很开心啊，人在后边吭哧吭哧的调，人在后头就是吭哧吭哧的改 bug 吧，不至于调 agents。大疆 Pocket 4有泄露了啊，屏幕下面2个按钮，有人猜可以变焦啊，这个 Pocket 4我是准备去换的啊，明天应该是发那个 Neo 2，Neo 2这个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因为我自己有 Air 3S 啊，Neo 2我就不会再去买了。但是可以去玩耍一下 Neo 2这种机器，就是有可能是可以在禁飞区起飞的啊。网页 AI 报税的服务啊，已经有不少了吧？这个我不了解啊。对方也开启 AI 打牌，最后变成了大模型对战，人不需要参加电子斗蛐蛐啊，也可以啊，这个没问题。斗地主可以走博弈论啊，这个，然后概率，这个其实不需要博弈论，我觉得斗地主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把前端的所有隐藏数据都读出来就完了。我的小米玉7选配太小众了啊，现在还没有补单。最后悔是选的那个冰箱，加了2000块啊，半导体的冰箱完全没有用，这个就没法整了。我其实是有一个车载冰箱的，但是其实我原来也没用过车载冰箱，我那车载冰箱以前是搁在办公室里头放饮料的。今天的人好少。AI Agent 杀伤力最大的是云平台的控制台，对，它这个真的好使，你让它做简单的事儿，它趁你一不注意就，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我还没遇到过。我现在干的比较多的是拿那个Atlas 的那个 Agent 模式去帮我到云后台去改东西，啊，那个可爽了。今天和同事聊了一下啊，暂定明年要打卡的国家土耳其、韩国、冰岛，但是先来北京玩一趟啊，欢迎。老范提了车，能分享一下保险价格吗？提车落地一共花了多少啊？这个，等我提到车以后的啊，因为现在他们跟我说提了车以后还有一个保险，还有一个上牌费啊，其他就没有别的费用了。但是我估计后边1-2周应该就会忙这个事儿，提车还得把旧车卖了，然后还要去申请补贴，然后上牌啊，所以应该是会折腾一阵儿的。他们是直接注册美国网站，不是，它亚马逊不是美国网站，你就是在美国啊，就是确实直接注册美国站，但是你如果是中国人，依然需要处理这个问题。欢迎范老师联系一下他们啊。这个如果亚马逊美国站没有经过商家同意就给外国政府交税务信息，这个你如果他是中国人啊，他就一定会需要去交啊，这个事儿你就不用想，他现在已经交到了，不需要我联系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想去折腾，他们自己可以去折腾，对吧？就是美国政府他也得认这件事儿，因为这些人是中国国籍啊，或者是中国注册的公司。这个是符合中美两国之间签署的税务协定的。今天文章也，天下文章一大抄，音乐也一样啊。以前把日本音乐汉化一下，或者是各种旋律排编一下，这个确实有很多歌是日本音乐啊，这个是真的。
如果亚马逊美国站真的主动透露税务信息，俺可以帮他们联系律师。哎，你就别费这个劲了。这个如果是不合法的，亚马逊是不会干的。亚马逊也不傻，你以为亚马逊的法务部都是一帮傻子吗？对，这肯定是合法的，就是他们不是美国税务居民，他们是中国税务居民。去土耳其玩一定要带无人机啊，这个拍箭术太好看了。但是我看到好多人说是这样的啊，你像我用的是 Air 3S，就是这种无人机出去呢，可能是需要一个证书，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是迷你5，就是大疆迷你的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它那个重量是比较轻的。然后如果是 Air 的话就需要，因为就是超过重量。但是具体的我不了解啊，因为我也没带着无人机出去过。斗地主算是建模比较成熟的游戏了，嗯，就算没有前端数据，也能有效打出这个优势来，好吧？我对斗地主是没什么感觉的啊。那些跑美国建仓的，估计也麻烦啊，货出去一笔税啊，这个亚马逊卖货又是一笔，是这样的。就是亚马逊，它有的时候就是像退货呀什么的，它都很麻烦。你说我比如说卖了10个，然后最后退了2个，但是亚马逊报税的时候，它到底报什么，它不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也很烦。中国人不代表是中国税务居民，美国税务协定这个这个仅限避免双重征税啊，税务信息依旧是需要商家主动透露完税信息的。这个事儿啊，我感觉好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他就直接号称是自己是中国税务居民，然后呢，他可以逃一部分美国的税，就是以前的这些人是两头都不交，对吧？那么现在你就必须得交，啊，至少中国你必须得交。你如果真的成为了美国税务居民，你比如这哥们儿是中国人，对吧？但是呢，他有绿卡，他就相当于成为美国税务居民了嘛。美国的税比中国的还重呢，所以不是说这个最后向哪头报的问题啊，他们还是说看怎么去这个逃点税的事儿。日本的 EPEC 原作者，都较真儿的话啊，不知道 CCTV 要补多少版税啊？那让他们较真儿呗。俺说的是那些去东南亚的加拿大人啊，那他这个无所谓啊，对吧？那是美国政府自己去管，他们也不会向中国报。说真的，那些这个义乌小老板，可能亚马逊一要完税证明，就啥都交了啊。这个，其中合法的操作空间很大，完全可以注册第三方的壳公司完税。这个，你看吧，这个看看最后谁狠啊？聪明人呢，肯定有的是啊。这个，但是你跟税务机关去玩这些东西，看看你玩得过玩不过吧。明天看比赛，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中心，这个得想办法把相机镜头带进去，目前打算藏在袖子里。为什么呀？这个它里头不让带吗？带个长焦镜头去拍这个，好吧？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规定啊。感觉网络上很多人对政治化的刻薄，更多的是对于残疾人的不熟悉啊。不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确没见到几个残疾人，一般人接触最多的应该是那种，被装残疾或者是弄的残疾的乞丐，而乞讨者在国内一般的是骗子，是这样的。不是报哪边的问题啊，肯定交肯定是大陆这边低啊，问题是不知道交多少，这笔账不知道怎么算，对，这个确实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反正看呗，就是把这一段过完了以后，他们都适应了啊，再说。现在有很多人在说这样的一个事儿，可能再过个1个月到2个月吧，我们就准备要迎接大涨价了啊，就是电商、外卖所有东西都要涨价，因为需要加税。对吧？如果大家真的是老老实实交的话，那我们可能身边所有消费的项目都会涨价，而且会涨非常非常多。
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费力不讨好，现在没钱了啊，这个肯定还是哪块好弄哪块吧。就征税有一个叫征税成本，你不能说我花了1万块钱，然后征了8000块钱出回来，这事儿不亏的吗？国外实现国外实体注册第三方壳公司不违反美国的法律，许多 BVI 公司就是走这个的啊，这个是。反正以前在帝都地铁没少见啊，帝都地铁其实真不多。地铁其实，北京的地铁算是无障碍设施还比较完善的。一场无形的大火啊，这个烧瞎了我的双眼。这个怎么说呢？没看懂这句话啊。如果他这笔钱不准备回中国大陆，能合法避税的方法多了去了。问题是，就算是你这个钱在海外啊，也依然是会被通报的，对吧？现在只要你是中国税务居民啊，你是中国人啊，中国国籍啊，或者中国注册的公司，就都会被申报啊。这个事儿，你钱回不回来是另外一回事啊，他不管你。而且很多的这种小商家，其实整个的架构搭的就没有那么结实。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后边还有好多呢，哎呀，没有好多了。这个王自如也要去表演《甄嬛传》这条啊，有人说了，说有一点讲的好像不对，国外的对赌和中国完全不同。美国标准投资人协议都是以公司作为回购股份的责任主体，不会是这个创始人承担无限责任啊。而且在实际执行回购条款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啊。如果公司正常经营会受到巨大打击，法律上是不允许执行回购的。所以在欧美没有发生过因为上市没上去，整个公司塌了，这个创始人背几辈子的债务这样的悲惨故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投资协议啊，大部分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形势比人强嘛，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啊，又不是彻底不行啊，还是有点机会的，可以挽救一下。如果彻底不行，你就说下大天来，你说我跪在这儿，我割一个肾也都没人敢给你钱啊。你说这个公司还有点可挽救的这个余地，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心里又都没底，就是说，哎，那你要么签一个无限连带，我把钱给你啊，要不然咱就这样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嘛，甭管是对于投资人来说，还是对于创业者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最后还是会做这件事儿啊，就是他有很多创始人会选择去签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其实你真的是公司特别好，对吧？像大疆这样的，大疆我记得那时候他融资的时候，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开口啊，我现在准备融资了啊，然后呢，谁给的钱多，谁给的估值高啊，谁给的钱快，我就要谁的，大家抢额度。你说这时候谁敢跟他提什么无限连带？别开玩笑了，对吧？所以这个还是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玩法。但是国外有一点比国内好是什么呢？它允许个人破产，就算是让你无限连带了，然后你个人该破产就破产了，对吧？所以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中国是不允许个人破产的。老范对 AI 淘汰传统制造业怎么看？目前到了这个过程到了这个程度了吗？许多劳动力密集的这个手板厂依赖大量的熟练工人，那双手要换成机器人的灵巧手，可贵老鼻子，耳朵、胳膊、肘啊，这个腿后跟前列什么就反正可费劲了吧？这个估计5到10年做不出来啊！这些工厂的老板，就算有钱能买机器替代掉工人，也没有机器能顶用啊！这个现在呢，肯定是已经开始替代了啊！这个，今天啊，昨天嘛，不是亚马逊裁了3万人嘛，然后裁的是这个叫什么呢？白领啊，基本上是他的10%的白领直接被裁掉了。然后另外一头，亚马逊在快速的上机器人，准备在几年之内裁掉60万这个蓝领啊，因为亚马逊大概一共是有150多万员工，
啊，是美国大概第2大公司啊，就是员工数。那你说这个60万，那不就是被机器人替代了吗？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正在发生。像美国还有工会啊，他白领这帮人是没有工会，但是蓝领这帮人是有工会的。到时候看他这60万蓝领怎么裁吧。现在民企是一边国有挤压利润，一边是市场通缩啊。如果涨价，而国有不让路，分分钟对，这就没法整。你甚至可以在没有这个什么的避税天堂注册。哎，这个肯定有很多方法。你像我以前天天帮人踏 VIE 的人，肯定有很多方法。这个你天天在研究这事儿，你又不给人真看，你说，哎，我是做税务规划的，然后谁有这方面，我帮人做个规划，这没毛病，对吧？你也不干这个，你天天跟我这较这真儿干嘛？可以个人破产资本的这个流转速度就上去了啊，市场活力就有了。当然最关键的是风控和不良资产处置的能力，其实不是这个啊。一旦允许个人破产的话，它就有很多这种叫做什么呢？就是资产转移啊。你比如说我啊，这个我今天玩不转了，个人破产，然后我先把这个资产转移给老婆，然后跟老婆一离婚啊。你像前面那个贾会计不就直接跟老婆离婚了嘛，对吧？他就是这样。美国的这个什么确实是有限责任是吧？绑定创始人无限连带责任这件事儿，法庭不认的啊。呃，这个反正我们以前好像是做过啊，好像是做过，但是呢也没有具体执行这事儿。来自于一个没有安全的什么。俺曾经帮朋友做过啊，只不过是避的加拿大的税。方案是俺跟他的会计师一起做的，然后律师只签了个字。这种呢，就是你避过去了呢，可能也只是一个偶然，或者说钱不是很多啊。等下次再逮着的时候呢，你就没那么开心了。就好多人说，你看我避税了，然后这么多年都这么下来也没什么事儿，然后等被逮着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怎么当时没有好好交税呢？好，我们继续啊，这个谷歌的量子芯片突破 Velo 啊，这个有人说了啊，还是量子计算本来就是概率问题，永远算的都不对，这个只是概率上比较接近对，有蒙对的几率，它永远不可能取代现有的计算机，只是适用于特殊场景啊。这个在那些需要大量计算还得不到答案的地方，用量子计算机找到比较可能的解的方向啊，也就是近似解，利于宇宙模型模拟。温度适应压力比较那个区域，我天，这哥们儿写的实在太长了啊！但其实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量子计算机干的活跟现在的这个传统计算机是两个事儿啊。然后呢，他们也确实是通过物理观察找到一个这个大概率解啊，包括那个比如说比特币，咱们去破解那个椭圆曲线的那个函数，用那个叫索尔算法去破解这个椭圆曲线的这个密码，也是找到几个近似解啊，然后呢在里边去试就完了。好，再继续啊，说讲的不错啊，感觉听懂了。老范还是最擅长做技术主题，啊，不论多艰深的都给拆解的通俗易懂，遥遥领先其他技术博主。以后就专注做技术内容吧。社会这个，哎，这个反正我是喜欢讲什么讲什么。但是呢，谷歌这一期呢，我确实是做的很辛苦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于量子芯片也没有那么懂啊，这个
所以我就坐在一个小白的基础上，说什么时候把我看明白了啊，我就不停的跟 GPT 啊、跟 Gemini 啊去沟通，然后最后呢，自己觉得哎有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东西，然后就跟大家来讲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咱们继续啊，这个 CS2的装备市场崩盘啊，有人说啊，老范这知识层面相当丰富，绝对从实战来的啊，这个真不是，我是从来没打过 CS，就是所有 FPS 我都不打啊，这个现在不是有 ChatGPT 了吗？所以这个知识层面完完全全可以靠 ChatGPT 搞定，你像量子力学我也可以搞定。对吧？然后这个 CS 我也可以搞定啊，我自己从来没有摸过任何 CS 相关的东西啊。还有人说这就是个游戏啊，是这么不玩游戏的倒爷啊给他的啊，是这些不玩游戏的倒爷给他搞成金融产品了。G 胖这次改动反而利好了真正的游戏玩家啊，这还真不一定啊，因为游戏玩家也在里边，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战队的这些队长们都在里面去玩耍。他们现在都这个亏的反正是叮当响，很多人是直接清仓，把所有的装备都卖掉，然后说退游了，以后不玩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已经是把这些老人都捆绑进去了。还有人说啊，这种游戏时间免费、道具付费的网游是最坑人的，人气再高、再好玩我都不会碰啊。这个确实如此。像这种完全是免费的这种游戏，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流量会无限放大啊，特别是需要团队配合这种游戏，它的流量会变得非常非常大。至于坑不坑人的话，我觉得还是看自制力吧。还有啊，说这代年轻人分不清虚拟和现实的区别，是应该接受教训了。看着很多年轻人既无知又傲慢，还权威崇拜啊，尤其是天朝的小傻子们啊，这个接受的都是洗脑教育。这次挺好，换换脑子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能这么想。未来呢，肯定还是会有大量的虚拟价值。对吧？或者虚拟的服务是有价值的啊，这个才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因为我们消费这些实体内容，吃粮食，你说你能吃多少粮食，对吧？你开车你能开几辆车，穿衣服你能穿多少衣服，住房子你能住多大房子？所以你要想让 GDP 继续往上涨的话，一定是在虚拟价值上往前走。所以并不是说啊，你认可了一个虚拟价值就是傲慢了啊，这个不能这么讲。但是呢，这些小孩呢，也确实是被洗脑啊，洗的有些问题。而且现在亏钱的不光是天朝的小孩，全世界的小孩都在亏钱，对吧？这个 CS 上这个中国的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看了啊，这个个人破产和资产转移，难道国外就没有吗？有啊，很多呀。我很想知道国外是怎么解决的，总不可能是外国人素质比较高吧？我觉得肯定也还是要去这个各种诉讼吧。加拿大有税务居民概念啊，它这个方案主动透露给这个 CRA 的啊，这个在改税法前，是完美无瑕的。改完税法，它彻底搬离加拿大了，好吧？但是加拿大就没有这种叫做倒查的事儿嘛，在中国你是可以倒查的呀。美加有一点好啊，白纸黑字的东西，你钻了空子，法庭认啊，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个真的很多有钱人钻空子。西方国家税率这么高，一部分的确用于民生，还有很多是被政府挥霍和贪污了，不是自己挣的钱，就是不心疼。这个我倒不这么想啊，你只要是在政府的明面上把这个钱怎么花掉了，咱们都不能算是挥霍。贪污呢，反正在哪儿都一样，该告他告他，对吧？季胖该跟网易学学，道具交易多溜啊。这个网易，反正很多人也在骂网易那个市场，通过公司等方式合理避税，也是有钱人玩的。哎，我记得当时那个拜登跟川普去竞选，就问川普说：“你这个交多少税啊？”
然后川普说我交了$70多的税1年，后来拜登说你是偷税漏税了吧？还是说你这个亿万富翁是假的呀？然后川普很不屑地看着他说：“你知道有钱人怎么玩的吗？都是这么玩的。”上次搞明白量子陀螺仪的干扰仪的实物层面上怎么运作的，费死劲了啊！是，这种东西真的比较反人性。通过公司避税门槛真没多高啊，只要你拿的不是工资，是客户的付款，那你就有财务和税务的操作空间啊，是这样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呢，像我们以前公司里头专门请的这个税务规划师，1年也是挺多钱的，对吧？就是你为了逃税，你还是要这个有很大的这种支出的。我问了深圳的税务师啊，反正这一次没有倒查，只要把7月份的到现在的补齐即可。这个你看吧，这个不一定在哪儿，而且呢，他是没发现你有毛病啊，你就不需要倒查；真发现你有毛病了，一定会倒查的。你像我去报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就说你是不是前几年有些什么问题，自己先把它补一补，对吧？都是一样，都会倒查的。川普也没有因为只交了这么点税就不能当总统，对呀，就是这样的呀。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没人选他。合法避税是法治社会普遍，还是认的啊，是这样。中国的问题是白纸黑字打不过嘴皮子，哎呀，那是啊，这个就没法整。就是中国好多最后折进去的人，实际上都是花了高额的税务规划师的这个钱。你像前头薇娅什么都花钱了，而且薇娅好像是毕马威给他做的，还是普华永道给他做的，我忘了。但是最后一样折在里头了。好，最后一个啊，是妈妈说看手机会瞎，刷短视频会傻。有人说了啊，说老范看多了啊，就会越看越聪明啊，欢迎看老范的节目。这个再往后啊，说这个呃背后的机制应该不一样啊，人的这个脑phủ是脑的奖励机制长期被激活，导致低刺激度状态下的这个效率下降。大模型的脑phủ应该是统计学方面的原因吧。现在呢，其实甭管人也好，还是大模型也好，它有一部分是黑盒子，也搞不清楚。我们只能说从表面上的现象，它们是一致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大模型的一些研究去窥探一下人脑的一些工作原理了啊。还有人说我从不上抖音这一类的短视频啊，第一次接触就感觉是给傻子用的。哎，千万别这么说，我每天刷好多抖音，这个刷抖音还是很快乐的啊。抖音呢是不能说给傻子用的啊，但是在整个社会上，你不给这个叫做什么人用的，不给这些比较低幼的人群去用的话，你这个产品就永远是小众产品，对吧？得屌丝者得天下，这个事儿还是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还有人说啊，很好奇这个谁资助这种研究啊？首先，这个研究的成本并不高，对吧？你拿到这些开源的模型啊，本身都是免费的，然后拿这些开源模型去做微调呢，就算你是在比如说这个 Together 呀，或者是这种就是算力租赁中心上去微调，你没有在自己的显卡上去微调，对吧？你在那边去微调的话，可能也花不了多少钱啊。因为我印象里这种8B 的或者什么几 B 的这种模型，你给它一个这样的不是很大的一个数据集的话，大概也就是几十美金的样子啊，这个本身不是很贵。然后另外呢，你像人家要发论文，对吧？人家是要这个博士是要毕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发一些这样的论文和研究，也没什么大毛病嘛，不需要谁去资助，可能学校的这个课题就是这个，那么你就按照学校的课题做就完了。好啊，我们已经
把这个网络上的评论都处理完了。咱们再看看这头啊，嗯，行不可吃，则味不可测啊，是这样的。这个在咱们这儿是非常准确的。以前霍尔果斯开公司可以合法避税，后来取消了，你还要把以前合法免的税都给补上。对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认识好多基金都是在霍尔果斯啊，还有很多在西藏，像经纬什么的，好多公司都在西藏。好啊，我们今天读评差不多到这里。今天反正晚上的网始终不好，啊，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下一次在直播之前，我会好好的把机器重启几遍，把这个路由器重启几遍。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一些环境还是有问题，应该是 DNS 污染了，啊，下一次再去设置吧。那么我们下周三继续读评啊，然后如果你们给我的视频留了评论，我当时没有回复，不要着急啊，我一般是每周三去读评论啊，而且我每周三读评论的时候，也会把一些评论做了这个叫做什么呢？我把每周三的这个就是还会有一些是直接评论给你回复回去。对，霍尔果斯这个事儿是确实折了很多人啊。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